对吧？那我们针对中老年朋友有哪些咱们常见的，但是特别容易被忽视掉的身体信号，可能已经在提示我们的肩膀或者脖子已经出现损伤了呢？这一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你提的这个问题啊，也非常重要。具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现实意义吧。对于这个中老年人啊，肩颈问题的信号，有时候啊确实比较隐蔽。也不一定是剧烈的那种疼。我建议大家留意以下这个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进行性的一个无力感。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早期信号。它不是疼的受不了，而是感觉手臂啊它没劲儿，发软。比如说炒菜时啊，觉得这个炒过的锅啊变重了，握不稳，梳头啊，自己梳不到后脑勺，晾衣服啊举不起这个晾衣杆，甚至端个水杯或者是拿书包都觉得沉。这个就提示这个腱袖的肌肉肌腱啊可能存在这种慢性的劳损，或者有些是轻微的这个撕裂。第二个就是不免原因的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夜间那个间隙痛。不一定也不一定会痛醒，但是晚上睡觉时啊，总觉得怎么躺这个胳膊都没地儿放，压着也难受，得翻身得找个合适的这个姿势，或者早晨醒来的时候啊，感觉这个肩膀比较硬，比较酸胀，需要这个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活动范围它在慢慢的缩小。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不到，但慢慢一天，他不是一天突然就不能活动了，他开始自我感觉有些动作我怎么以前能够得着的事儿他够不着了。比如说这个女性扣这个文胸后背的扣搭扣，以前就很容易，现在觉得越来越困难。男性啊就是这开汽车时去后座取东西，以前一转身一伸胳膊就取到了，可能慢慢的觉得就变得吃力了。洗澡时不能搓背，不能自己搓后背中间的那块区域，这个搓背动作自己完成不了了。然后就是静息式的酸胀感，就是在静止状态下，比方说看电视了、读书了、聊天了，这些不动的状态下，肩膀会自发的就是出现这种酸胀，这种不适感，需要我的活动活动，我才舒服。还有就是一些伴随症状，就是颈部的一些不舒服，有的其实好多中老年人肩痛哈，根儿可能在就是颈椎上，就颈椎蜕变，什么骨质增生了，椎间盘突出了，可能会压迫一些神经，引起从脖子到肩膀，甚至是放射到上臂了，这种酸麻胀。这些疼痛啊，往往和颈部的这个姿势有关啊，这是这些问题。非常感谢刘医生这么细致贴近生活的提示啊。所以啊，我们看啊，中老年朋友真的要特别关注那些不疼但没劲儿，晚上睡觉总别扭，以及悄悄发生的活动受限，这些不那么起眼儿的隐匿信号。那么基于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两种疾病的根本区别，以及这些早期信号，网络上非常流行的那个说法叫做什么呢？肩痛就要多甩胳膊拉单杠，把粘连拉开就好了。这个建议现在还成立吗？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刘医生？这是一个必须就现在要纠正的，而且可能有危害性的一个误区啊。任何这个治疗和一个康复的措施啊，都必须是建立在一个精准诊断的一个基础上。盲目的这些运动啊，有可能是雪上加霜。对于这个冻结肩呀，在急性疼痛炎症期，暴力的或者也不当的一些拉伸，我刚才提到的甩动啊，会加重这个关节囊的炎症，和内部的一些微损伤，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这个粘连和挛缩。
正确的康复应该还是在无痛或者微痛的范围内，温和、持久、有方向性的拉伸，比如说钟摆运动，而不是画圈运动啊。对于这个肩袖损伤啊，特别是已经存在这种肌腱部分或者全部撕裂的情况下，比如说打羽毛球，负重比如提重物，或者暴力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甩胳膊，拉单杠运动，这些运动是绝对禁止的。就像一根绳子啊，已经部分断裂了，你还用力去拉扯它，结果这会导致这撕裂的口子啊越来越大。那本来可能通过这个保守，它可能能改善，或者缓慢的会自我愈合的，变成这种难以这个处理的一种复杂损伤啊。刘医生，您刚才说的太好了，这真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再问您一个问题啊，顺着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如果说一个人他怀疑自己可能是肩袖损伤，但是因为我对治疗有顾虑，就选择忍着痛，或者说我自己买点膏药贴贴，用热水袋做热敷，这样保守的处理方式长期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呢？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这种做法的后果啊，可能会相当严重哦。而且这种所谓的保守处理啊，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医学上的保守治疗的目的。这个膏药、热敷，或许能暂时的这个缓解这个肩膀周围肌肉的这个紧张和一些浅表的炎症吧。让人可能短期内感觉舒服一点，但它无法修复已经撕裂的这个肌腱组织。如果因此耽误了正规的干预啊，可能会带来几个问题啊，就是症状持续并加重，疼痛和无力感会一直的存在，并且会越来越重，影响你的甚至影响你的生活，比如说做家务、工作，甚至自己的个人护理都会你把梳头了，搓背了这些，拿东西了都会变得困难。再一个就是损伤会进一步的扩大，小的部分的撕裂可能就在一个这些不断的活动或日常的磨损中，逐渐成为我们所说的这个最级别高的全程那个大撕裂。甚至撕裂了以后，就医学上我们难以处理的一些叫巨大撕裂。这会让就是后续的治疗难度和复杂性啊大大的增加。最需要警惕的一个并发的损伤就是肩袖吧，是稳定这个咱们这个肱骨头，就是关节的这个关键。如果肩袖的功能长期的失效了，肱骨头就会活动这个中心上漂移，它没有阻挡了，也没有别的力量来平衡了，就肩膀上面有个叫肩峰的骨头顶部就会发生异常的撞击跟摩擦。这种长期的撞击啊，不仅会进一步的损伤这个肩袖啊，还会导致这个肩关节，就是骨头本身，它不是有软骨吗？会发生快速的一个磨损，发生继发性的一个关节炎。我们医学上称这为肩袖关节病。一旦发生了这个阶段，情况会比刚才变得更为复杂。就是康复的难度和所需的这个时间会大大的增加。那您看您聊到这儿哈，我特别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个更贴近生活，大家每天都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饮食方面，有没有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咱们预防肩关节问题的发生，或者在我们肩膀受伤之后的恢复期提供一些支持呢？这个问题啊非常好。饮食确实是维持我们骨骼肌肉这个系统健康的一个基础支撑。虽然它不能直接治疗啊已经发生的损害啊，比如说撕裂的肌腱不会因为我吃得好自己长回去或者长好，但科学的这个营养膳食啊摄入啊，
对于预防问题的发生和促进这个康复过程的顺利进行是比较重要的，是有用的。我主要的强调啊这3个方面，就是第一，保证这个充足的优质蛋白的摄入。其实我们的肌腱啊、肌肉啦、韧带啦，其实成分就是蛋白质。它愈合也需要蛋白质，确保每天摄入这个足量的鱼肉、这个青肉、这个鸡蛋、牛奶、豆制品和瘦肉，就是为这个软组织修复啊、维持这个肌肉力量、这个体积啦，提供最基础的一个建筑材料。这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正处于这个康复期，尤其是康复期的患者，肯定是尤为重要的。遵循啊，这个还是抗炎饮食模式。身体里这个慢性的低度的炎症啊，是许多包括这个肩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土壤。建议还是适当多摄入这种富含欧格玛这种酸的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三文鱼、鳕鱼等熏。亚麻质核桃啦、坚果啦，多吃这种颜色比较五颜六色的蔬菜啦，或者水果啦，它们本身就富含各种一种抗氧化剂。同时啊，要有意识的避免这个油炸食品啦、高糖分的这种加工的一些食品，如果甜点啦、饮料啦，还有避免过量的红肉。就是些猪肉啦那些，因为这些食物啊，可能促进这个体内的加重这个炎症反应。然后就是要维持这个骨骼也要维持它的健康啊。这个健壮的强健的一个骨骼，也是整个这个关节系统的一个基石。就是补钙啊，保持足够的这种钙。钙就来源于这个豆制品、奶制品。深绿色的一个蔬菜，还有日常这个补充这个生活补充的日晒的这个维生素 D 啦，摄入蛋黄啦、动脉肝脏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一些药品的补充剂的摄入啊。对于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就是预防骨质疏松对这个关节的稳定和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刘医生，您看啊，在刚才您的这段阐述当中呢，您再次强调了营养支持的一个重要性，主要就是食补嘛。那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及时正确的诊断是多么关键。但是呢，如果说消极忍耐或者说错误处理，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连锁恶果。同时呢，呵护关节健康也要从咱们日常饮食这样的生活基础做起。